龙婷看着初九，眼神深深的，说道：我现在这种情况敢结婚吗？我的婚姻大事对我来说是个奢侈，我暂时不考虑，等大仇得报，稳住了龙氏家族再说吧。我也不用穆妈妈给我安排相亲，我有喜欢的人。初九没有问他喜欢的人是谁，他说暂时不考虑人生大事，初九就没有再说下去。他默默地走开，让龙婷重新投入工作中。龙婷一忙起来，往往要忙到深夜。他很少应酬，忙到深夜几乎都是在公司加班。深夜11点多，龙婷才关掉办公室的灯，走出了办公室，同时反锁了门。哪怕龙腾集团的安保很好，他的办公室属于公司重地，里面有很多重要的文件，不锁门，他睡都睡不安稳。他办公室安装的门属于防盗门，很难撬开的，钥匙只有他和周阳有，就是初九都没有。初九每天跟在他身边，出出入入的，不需要钥匙。有点饿呢，初九，要不你陪我去吃宵夜？龙婷边走边扭头问初九。初九淡淡的道：少爷想吃宵夜，回家后我给你做，在外面吃不安全。有什么不安全的？偶尔吃下路边摊，又不会死人，咱们去大排档吃，怎么样？初九还是说道：回家吃，我给少爷做。少爷，你是大总裁、大老板，你去大排档吃，被媒体记者知道，明天的新闻铺天盖地的都是龙腾集团是不是要破产，老板都要去大排档吃宵夜了。龙婷，改天我恢复我的真面目，咱们再出去吃，那样就不会被人发现。更不行，我常年跟在少爷身边，他们都认得我，知道我是你的贴身保镖。两人进了电梯，当然也只有他们俩，公司里的其他人就算加班也不同楼层，况且龙婷有专用的电梯，只有他和周阳能用的。少爷，今晚会出事。初九说道：你白天惹毛了龙家千金，今晚回家的路上肯定会有暗杀。龙婷说道：又不是第一次经历，希望今晚他们派来的杀手能打。要是龙若雨父女俩听到两人的对话，能被气死。派去暗杀他们的杀手，两人还嫌杀手不厉害，不能打，也不耐打，经常是被他们揍一顿就躺在地上哀嚎。最痛苦时，他们自己打电话报警，求着警察快把他们带走，再送他们去医院救治。除了龙家会派杀手暗杀龙婷之外，就没有人敢做这样的事了。外面的杀手一般也不敢接这样的单子，实在是叶龙婷太难杀了。初九猜的没错，他们在回家的半路上就遭到了杀手拦路，依旧是蒙着面，个个一身黑衣，手上有利器，甚至还有枪。他们在龙婷回家的必经之路停了几辆车，等到龙婷的车子近了，看到路被堵，不得不停下来。杀手持枪朝龙婷的车子猛扫，但是龙婷的车防弹呀，而且他们才开了几枪，就听到了警笛的蜂鸣声。今晚怎么回事？他们都还没有逼近叶龙婷，还没有和对方的保镖团交手呢，还没有被叶龙婷的保镖团揍得落花流水，警察就来了。难道他们今晚的暗杀行动泄露出去了，被警方提前知道，赶来抓个正着？杀手们马上就驾车逃跑，但警方来得快速，而且出动的警力强，杀手们驾车根本逃不掉。持枪的杀手们竟然跟警方火拼，他们人少，枪也少，哪里拼得过警方？当他们枪没有子弹后，就是他们倒霉的时候。确定杀团没有了子弹，龙婷的保镖团全都下了车，跟杀手们干架。今晚来的杀手身手是挺好的，是历次最好身手的，有几个特别能打。初九跟他们交手都有点吃力，主要是他们几个人围攻初九，警方参与抓捕，他们的刑警功夫也不错。龙婷担心初九会受伤，看到他被几个杀手围攻，他下车，在地上捡了根铁棍，
从容地打倒了几名杀手后，走到了初九的身边。初九，你对付一个就行，这3个交给我。龙庭挥着铁棍往一名杀手身上招呼去，嘴里说道：臭不要脸的，4个大男人围攻一个弱女子，简直就是丢了我们男人的脸。姓叶的，你确定你的女保镖是个弱女子吗？她若是弱女子，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强人了。虽然今晚派来劫杀龙庭的杀手很多，他们还是败了，全都被打趴在地上，然后被警方一个个遮住，扒下了他们戴着的头套，一个个都被押上了警车。带队的警官和龙庭握手：叶先生，你今晚还真是料事如神。习惯了。龙庭耸耸肩，也不知道哪个乌龟王八蛋，老是想置我于死地，我又没抢他们的老婆，没有给他们当继父，就这般看我不顺眼。警官忍不住笑：叶先生，你得罪的人太多了，也太多人嫉妒你，谁叫你那么优秀，优秀到没有对手。龙庭说道：那是像我这么优秀的人，注定了是寂寞又招人恨的。今晚这些坏蛋可得好好审一审，问问他们背后的黑手是谁，干嘛老跟我过不去。警官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就没有了。叶先生，我们会审的，也会追查清楚，但需要时间。这些杀手的嘴巴特别紧，在警方面前始终不肯供出指使人，他们被抓后要么在狱中自杀，要么就等着被判重刑，也有人想方设法想越狱，当然失败告知，罪加一等。其实双方都心知肚明，苦于没有证据，警方做梦都想从这些坏人嘴里拿到证据，证明是龙拓他们派人暗杀叶龙庭的。龙庭理解地说道：有结果了就告诉我，今晚辛苦你们了。叶先生别这么说，这是我们的责任。叶先生老是遭到黑社会的劫杀，反倒帮着他们警方抓了不少黑社会的人。如今 H 市的治安对于普通人来说是极好的，那些道上人的只会针对叶先生。半个小时后，回到自己的住处，龙庭抱怨他们害我没有吃宵夜，我现在饿死了。初九说道：这么晚了，少爷还是别吃宵夜了，容易变成胖子。龙庭看他，你不是说回家给我做宵夜的吗？为了让少爷保持着你的好身材，我决定收回那句话。少爷，很晚了，赶紧去洗洗睡吧，明天还要上班呢。龙庭在心里将龙拓骂了万万遍，龙拓不让他好过，他也不会让龙拓好过的。初九不让他吃宵夜，龙庭还真的不吃，就上楼了。回到自己的房里，他进了衣帽间，拿了一套黑色的夜行衣出来。帮他检查房间的初九见状，皱了一下眉，说道：少爷已经零时了，还要出去？有仇当场报，有气当晚发泄。龙拓以为我没有证据，就吃哑巴亏。他那么喜欢给我吃哑巴亏，我就让他吃过个够。初九，走吧。初九不说话，不过默默地跟上。私底下的少爷真的没有一点稳重感。初九在心里吐槽了一句，他知道少爷本性不是严肃的人，不过是背负了太多，被逼着戴面具做人。龙庭从小就是个活泼好动的，也一直很阳光，直到知道自己的身世，知道自己背负的仇恨，他在人前才变成那副严肃冷冰冰的样子。只有深更半夜出去报复仇人时，才会流露出几分真性情。隔天 H 市的新闻热搜爆了，本市第一大世家龙氏家族的代理家主龙拓住处，昨晚半夜遭贼了。那2个贼简直可以称为神偷，偷工一流不说，功夫也是一流的。他们潜入了龙拓的家里，虽说最后没有偷走任何东西，但却将龙拓以及他的家人狠狠揍了一顿。龙家的那些保镖一个个像吃白饭的护不住他们的老板。龙家人昨晚半夜全都被救护车拉进了医院，消息也不知道是谁传出去的，反正 H 市的媒体记者全都知道了。
然后就成了新闻的热搜。记者们不停地收到爆料，就不停地挖出更多的细节。龙氏家族的公关忙个不停，热搜压了一个又一个，又像雨后的春笋，不停地冒出新的来。龙氏集团的股票应声而跌，这是龙庭给死对头的一点教训。死对头那么喜欢玩阴的，他也来阴的。龙拓能猜到昨晚将他和家人都揍个落花流水的人是叶龙庭和他身边的女保镖。没证据啊，没证据证明是叶龙庭对他们下的黑手。报了警，警方来调查，发现事发的时候，龙家的所有监控全都被割断了线，当时什么都没有拍到。立案调查，但什么时候能查到未知数。这让龙拓气得在医院的病床上猛拍着床板。是叶龙庭，就是他，还有他的那名女保镖。除了他们俩人，还有谁有那样的本事？怎么不去抓他们？证据？要什么证据？我说是他们就是他们。管家躲得远远的，等龙拓骂完了，管家才过来，小心地说道：家主，警方办案就是讲证据，咱们没有证据，哪怕家主怀疑是他们干的，也不能拿他们怎么样。他们这些下人倒是没事，因为不和主人住在一栋楼里。叶龙庭，我跟你势不两立。龙庭，我们本来就势不两立。管城陆氏集团门口有2位老人家，趴在保安值班室的窗台上问着值班保安：我们想见一见周阳，可以吗？对了，我们是周阳的亲爷爷奶奶。这2个老人的确是洋洋的爷爷奶奶。洋洋在贝贝去 X 省的时候就坐飞机飞回了管城，陆氏集团有急事需要他处理的，他每天忙得很，经常这里飞那里飞，谈生意处理公事，就算回了管城，也鲜少有时间回到周家去看望老人家。他的继母叶佳妮已经出狱，他爸对他继母倒是感情坚定呀，真的等到对方出狱之后，2人和好如初，继续过日子。洋洋并不想管父亲的感情事，不过继母出来后，他就很少再回周家。虽说继母早已悔改，洋洋始终记得他曾经害得他的妈妈差点死了，流了很多的血，他也差点因为继母遭到绑架。你们是周总的爷爷奶奶？值班保安估计是新来的，并不认识周家2位老人。老保安们都认得这2个老人家，却是他们周总的爷爷奶奶，还能有假吗？谁敢冒充你们周总的爷爷奶奶？我们就是他的亲爷爷、亲奶奶。这孩子回来后都不回家一趟，我和他奶奶实在想他，不得已来公司找他。孙子的成就让周家2老引以为傲，虽然周阳依旧不肯帮着他大姑的儿女，对2位老人家还算好，每个月都会给他们转一笔生活费。老人家不舒服住院，所有医药费次次都是周阳承担了，他爸要还给他，他拒收。他不差那点钱，他爸反而差钱。继母出来后又没有正式的工作，只能打份零工赚点零花钱。他爸年纪大了，跑了那么多年的网约车也累了，体力不如年轻人，挣到的钱跟着变少。洋洋是劝过父亲不要再出去跑网约车，他每个月都有给父亲生活费，保证父亲晚年的生活。周红林说他还能动，还能挣点小钱，就不用儿子养，等他实在干不动赚不到钱了，再让儿子养他。他主要是不好用儿子的钱养着妻子，毕竟叶佳妮伤害过洋洋母子俩，他哪能让儿子出钱养着继母呀？但他是叶佳妮的丈夫，他说过等佳妮出狱，他们依旧是夫妻，要好好生活。叶佳妮跟娘家人早就断了联系，她父母早年也去世了，兄嫂嫌她丢人，不允许她回娘家。她除了留在周家和周红林一起生活，就无路可走。这么多年来，每每想起年轻时做的错事，叶佳妮悔得肠子都变青。当初她不贪图周红林的钱，不插足周红林和海玲的婚姻，
他的人生会是另一番光景。走错了一步，步步都错，坐了那么多年的牢，重获自由身时，头发白了一半。他比周鸿林年轻，但现在他看起来比周鸿林还要老上好几岁，这都是他的报应呀，也是他当初选择的路。怨不得任何人，